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从今天 AI 困的云图上来看，市场当中互有涨跌，那么比特币继续延续了反弹行情。那么在这个反弹行情当中，我们认为涨幅比较大的是 SO 啊，那 SO 是这轮行情的反弹先锋。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 K 线当中来，可以看到这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其中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出现之后，我们在这里看到悟空阴线组、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最终呢达到接近200日均线$58,300附近啊，到达了一个它这轮行情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最低的位置，然后开启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是小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开启反弹之后。回踩啊，那这里的回踩是对称性的回踩，也是小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回踩。那么回踩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和小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然后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这轮反弹行情在4小时级别的表现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构成。那么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在反弹到上方中部位置$62,000附近的时候，开启了回调。那但是呢，我们认为这轮反弹仍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细游，最终呢出现4小时级别的唐僧阳线。如果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唐僧阳线的话，我们的目标点位是在$63,000。为什么说$63,000呢？原因是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上 MA200，也就是200日均线这个位置，大概是在$63,000。这里面存在3条压力线，分别是200日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的压力位，也是这轮行情如果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一个目标点位。同时呢，这里面见证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对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理解。就是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有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它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整轮行情，我们依然认为，在周线这个角度出发，比特币这轮下跌跌破了第4轮次。为什么说第4轮次呢？它的启动时间是在23年1月，23年1月走出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总而言之的走出3轮次这样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在24年3月。那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啊，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按照正常逻辑，K 线西游战法对它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直奔10万美金预期。但是呢，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由于涨幅过快啊，涨速过快，没有经历过好的调整，因此呢，绝大部分的调整都集中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啊。那么我们看到从3月份到6月底的行情当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它的一个调整区间是$73,800高点到$61,000。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发动了下跌啊，这是我们前面行情当中给出的一个预期，最终呢这个预期不幸落地了。落地之后呢，大家伙不用担心下方是200日均线，但是呢，这个200日均线我认为还是容易发生跌破的。那么这个跌破的理由是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啊。那在周线级别上，21年的这轮行情，我们看到21年4月份见顶之后啊，4到6月份也是一轮调整，那么它的调整幅度非常巨大，达到了56%。那所以说呢，本轮行情虽然有了从73881到低点$56,600附近啊，我们看到那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它的跌幅仅有21%，因此呢，调整的幅度远远不足。我们已经经历了从15443到73881如此巨大的涨幅，那么涨幅接近4倍3.8倍的涨幅之后，它需要有一个巨大下跌调整的一个过程，让不坚定者放弃筹码。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认为通过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是最好的一个调整周期。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那差一根唐僧阴线，如果能够出现唐僧阴线，它的下跌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快跌下来，震荡之后很快涨上去，这个时间大概会推到10月份10月份比特币月，那么比特币在10月份的上涨估计会到达10万美金那么这样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属于比特币这轮行情的一个黄金坑，我认为大概是在5万美金附近。那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筹码迷区，这个筹码迷区呢是从20年1月起涨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相对密集的地方那么也会看到非常恐怖的画面，就是比特币可能会跌破200日均线。那这个均线跌破之后很多不坚定的筹码一定会在行情当中放弃，然后它在这个盘面当中放弃筹码。
等待未来去追高。所以呢，当前行情虽然是个下跌行情，但是比特币仍然是牛市当中。那么千金难买牛回头，耐心等待黄金坑位置，然后补满仓位是这轮我们通过 K 线稀有战法的学习，学会控制仓位，学会分仓进场，学会坚定持有，学会把握趋势之后在这轮行情当中能够掌握到的，也是容易获得利润的。那么今天我们也观察到 SOL 的走势略微比较强势这里是 SOL 的日线级别。那 SOL 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一轮行情出现10倍涨幅，10倍涨幅之后，经历了高位的横盘震荡整理调整。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跌破，首先呢回踩了144均线，然后继续横盘震荡整理。本轮行情随着比特币的下跌，它最终呢跌破了200日均线，也就是说 SOL 提前于比特币跌破了200日均线。那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弹也是最强的。我们看到前天行情出现了快速上涨，涨幅达到了11.76%快速上涨之后，目前它的一个震荡范围是日线级别169均线和144均线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区间震荡之后，我认为它有机会继续反弹。目前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是出现了一个大于比特币小线级别反弹的一个时间级别，就是 SOL 目前为止它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型。那么横盘震荡之后，那再往上4小时级别的压力位呢，我们认为是在$150附近。如果它能够继续上涨的话，有机会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如果能够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它的压力位是在$152。那么随着比特币的回调如果比特币继续下探SOL 虽然领涨，虽然率先反弹，但是到达$152之后，我认为它有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同时呢，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SOL 在周线级别上目前属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属于一个调整的趋势。我们看到有悟空阴线，有了这个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 K 线是周线级别 SOL 悟空阴线的干扰性 K 线，再往下走是沙僧阴线、巴基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周线级别如果出现调整那么对 SOL 来说可能会到达$100。所以呢 ，SOL 目前在短线上它是一个反弹的走势，4小时级别可能出现2轮，最终呢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但在4小时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上方$150存在压力，因此呢反弹到$150之后，可以如果比特币继续调整的话，可以对 SOL 进行做空，原因是它有概率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继续调整至周线级别唐僧阴线，调整至上轮行情23年12月份形成的筹码密集区附近。那么这轮行情虽然 SOL 我们看到从$210到现在$140，经历了巨幅的调整，但是仍然是非常强势的。它的强势呢，我们可以从很多山寨币当中感觉到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最近提的 UNI。UNI 呢，最近持续稳定在$9.4，但前面行情当中它一度被错杀，从$17一路跌到$5.88，急速下跌被错杀之后，然后底部形成平台，然后反弹上来之后，在高位继续形成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上下中3个平台，3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结构呢，也是未来比特币将要做出来的。那比特币在目前的高位在$71,000上方形成的收敛三角形被跌破之后它会在下方在$55,000附近形成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再反弹上来，然后再继续上涨。那么目前 UNI 和比特币形成了一个高度相似的币种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类似的一种结构。我们认为比特币也会走类似的这样的结构，只是价格不同，但是结构一定会非常同步，非常类似。所以呢，关注 UNI 也是关注比特币的未来但是呢 UNI 呢目前从结构上来看，我们看到目前形成的这个震荡振幅比较巨大，但在这个日线级别169均线这个位置处支撑住了。所以呢，对于 UNI 来说，未来如果走到7月份，可能会发生急速上涨，发生变盘，它的一个走势，我认为是相对健康的。在未来 UNI 有可能会突破$100，原因是它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当中交易成交量最大的，占比也最大，达到了85%。因此呢，对于 UNI 我高度看好。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购买我这本书，也可以联系我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